这是一块只能种植普通灵米的低阶灵田，在岁月长河中变成荒地才是它的最终宿命。然而在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花全部身家租下后种满了不值钱的普通灵米。众人暗地里嘲笑我是个傻子，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在收获灵米的同时，还能收获他们看不见的东西。此时我打了个哈欠，精神萎靡地搓了搓通红的双眼，扛上灵锄准备出门干活。临走时，我回头望了望隔壁邻居的院子，气不打一处来。邻居是名年轻女修，颇有些姿色，可隔三差五便会带男修回家过夜。昨夜更是喊叫了一整个晚上。等有了灵石，即使换不起屋子，也一定要先布置一个隔音法阵。我咬了咬牙，心中暗暗发誓，昨夜里我正在打坐练功，隔壁弄得自己气血上涌，没办法，只好通宵怒抄清净经1000遍，才好不容易平复了心绪。一想到今日灵田地里还有干不完的活，心态更是炸裂。穿越到这个修仙世界都已经快5年了，修为还是卡在炼气期2层。凭我四系伪灵根的资质，没有特殊机缘，就算修炼到死，也不可能到达筑基期。如今只能租了3亩灵田，当上了一名灵农。而今日就是灵米收获的日子，也同样意味着上边会派人前来征收灵米赋税。哟，小亲戚这么早啊？看来这一季的灵米长势不错啊。去灵田的半道上，旁边巷子里走来一名老农模样的修仙者，笑盈盈地跟我打着招呼。对方身上的修为气息要比我高不少，炼气期4层。早啊，老九。碰到此人，我不由得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紧接着叹气道：哎，可别提了，你也知道我才炼气期2层，灵与诀才修炼至初级，1个月也施展不了几次。此人名叫蔡95，附近的人都喊他蔡老九，是这片棚户区的老人了。对了，倒是老九，你炼气期4层的修为，加上中级灵与诀，想必今年的收成应当会很不错吧？我言语之间流露出一丝羡慕。灵与诀是宗门传给灵农的灵植法术，可将灵气散入空中，强行降下灵雨。受灵雨滋养的灵植作物，不仅可避虫噬鼠咬，还可极大增强产量。我练了大半年灵与诀，降雨范围仅2丈远，灵力只能维持不到小半炷香时，别人撒泡尿的量都比这个多。嘿嘿，还行，也就凑合吧。等今日收完灵米，缴了赋税，要不要一起去方室内的聚轩阁小酌一杯，放松一下？蔡老九咂巴着嘴，回答很含糊，一副鬼精的模样。得了吧，那种消金窟我就不去了。我摇了摇头，主要是囊中羞涩。蔡老九啧了一下，我说你小子可真没意思，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呢，偶尔享受一下也没什么关系。俗话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像你我这般还管他什么个劳什子的求长生正仙道啊，不如大梦早醒早逍遥啊。行啊，那你请客，去，滚蛋，滚一边去。不多时，一座云雾氤氲环绕的巨大山脉映入眼帘，群山苍茫，瀑布飞流直下，烟波浩渺。被开垦出的半山坡上，数百亩灵田呈阶梯状，井然有序，金灿灿的零碎散发光华，随风摇曳，灵米香气扑面而来。当鸟群还未落下，却听得一声炸响，灵田中的简易草人傀儡手中绫罗一震，向四周散发出刺耳声波，惊得鸟群四散飞去。我俩沿着山间小道，到了各自的灵田内，开始忙碌起来。灵田内，我眼巴巴地望着自己其中一块地，嘴角不由得微微抽搐了一下。只见这块灵田中有半亩左右的灵道，还是绿油油的，画风跟周围成熟的金黄灵道截然不同。灵与诀等级太低，施展次数过少，降雨分布不均匀导致的。看样子这一季的灵米要减产了，也不知道这一次缴税能不能应付得过去。心中有些忧虑，摇了摇头，我开始收割零碎。灵莲从稻谷底下划过，一左搓灵道倒下，被我熟练地扎成捆。夕阳西斜，割完灵道，打了灵米，装完袋，体内法力彻底被榨干，累得跟条狗一样。刚擦完汗，就听到远处有法器破空声传来，一艘青叶法舟在半空中划过一道青芒，缓缓降落下来。从上面下来一人，对方身材肥胖，身着灵雨门外门的蓝白服饰，腆着个大肚子，威风八面，踱步行至我跟前。这胖子名叫杜海富，是这一片灵田的监工，掌管着一整座山的灵田和灵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呵呵呵，小秦手脚挺麻利啊，这么快把灵米都给收好了。杜海富扒开灵米袋子，捏了几粒灵米放鼻下闻了闻，随手丢入嘴里咀嚼起来，露出笑眯眯的满意神情。品质倒挺不错的，看来没少下功夫。杜海富取出称量的大斗法器，开始称重，收获灵米2石又80斤，应交缴纳赋税70%，也就是196斤。不对啊，怎么比上一季收的灵米反倒少了50斤？杜海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取出册子核对了一番后，神色一冷，目光移向我心中顿时一凛，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锦囊，赶忙递了过去，随后堆起笑脸陪笑道：杜前辈，实在对不住，灵田里出了点小问题，差的半袋灵米，用这些灵石给您补上，您多担待1、2。虽然肉痛，但不得不这么做，里面是我大半身家了。事实上，灵雨门只收取5成灵米赋税，但层层盘剥下来，最终到自己手里的就少得可怜。那一小袋灵石，8成也是进了杜海富的私囊。杜海富接过锦囊，用手掂了掂，态度缓和不少，不过还是告诫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说罢，抬手一挥，几大袋子灵米就被收进了储物袋。我盯着他腰间的储物袋以及那青叶非洲法器，着实羡慕。你可知蔡老九这一季缴纳了多少灵米？杜海富忽然大有深意地问了一句，随后竖起了2根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整整是你2倍有余啊！你小子这样下去可不行呢。念你还懂点事，有件事我可以提点你一下。我刚收到消息，届时下一次收税时，门内的执事长老会统计今年以来灵米赋税缴纳情况，排名末尾的10名灵农修士将会被发配至前线战营补充人手，你好自为之吧。杜海富说完，也没看我的反应，驾舟离去，只留我呆愣在原地。什么发配战营？夜幕降临，我背着剩下的灵米回到了自己屋子，哐当关上门，扑通一下把自己重重摔在床上，仰面朝天，像一条死狗一样瘫着，心乱如麻。我很清楚，以目前的灵米产量，100%是排名垫底那几个之一。灵雨门的战营死伤率极高，人员谈之色变。所谓开荒，就是宗门需要大量低阶修士充当探路的炮灰。当灵农确实累是累了点，但胜在安稳。如今别人万般嫌弃的工作，却是我在苦海中的救命稻草，怎么办？不想去战营当炮灰啊，实在是不甘心。思索着，也许是今日太疲惫了，竟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蓦地，一道绚烂旖旎的光芒在灵
魂深处划过。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境当中各种稀奇古怪的植物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野蛮生长，遮天蔽日。轰！随后仿佛有个东西在脑海中炸响。翌日，我起床扶着发胀的脑袋，整个人晕乎乎的，下床打了盆水，走到院子里的花坛边准备洗漱。花坛内种了几十株灵道，是我平日研究作物习性，偶尔练习灵语诀用的。可当我抬头看向花坛的一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花坛内其中的3株灵道上方，居然各自弹出一串提示：名称金灵米，词条催熟，成熟度100，可收获；名称金灵米，词条终极灵语诀5次，成熟度100，可收获；名称金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100，可收获。我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呢喃道：奇猛啊！难道我昨晚睡觉姿势出了问题？双目死死盯着那3个词条，金灿灿的字体若隐若现，反复再三确认无误后，我激动得欣喜若狂。金手指，这绝对是属于自己的金手指！原本都以为这辈子仙途就此止步于此了，没想到再次燃起了希望。我压下激动的心情，顾不上洗漱，小心翼翼靠近那3株灵道旁边，又打量了院子里的所有植物，发现只有这3株能够显示出词条，直接收获就可以吗？伸手将那3株灵道从根部掐断，收起灵道时，只见1道绿芒和2道白芒自灵米内一闪而逝，随后化作3片叶子静静地出现在了尸海当中。绿色叶子是带有催熟的词条，白色叶子是带有微弱法力和终极灵语诀5次的2个词条，只需心念一动即可立即使用。我回屋关上门，盘腿坐在床上，意念点在了其中一片白色叶子，微弱法力词条旋即消失不见。一瞬间，丹田内骤然涌出一股法力，我连忙按照家传的长春功法力运行路线，将这缕法力引导转化成长春法力。明明说的只是微弱法力，没想到蕴含的法力竟然如此充沛。良久，感受着丹田内的变化，我脸上露出收获的喜悦，丹田内的法力壮大了几分，抵得上我平日里3个月苦修了。困在炼气2层许久不见动静的瓶颈，此刻竟隐约有了松动的迹象。要是再多来几个这样的词条，炼气期3层那就不远了。更出乎意料的是，词条居然可以直接储存在尸海当中，随时取用。像这样的微弱法力词条，以后有机会得多备些，搞不好关键时刻能够保命。我出长甜头，振奋不已，迫不及待想试试另外2个词条的效果，但很快压制住了，不能飘，淡定，一定要淡定，还是得按照往常那样做戏。如今实力低微，不能让旁人看出异常，稳步发育为妙。想罢，我起身来到厨房做饭，用的正是昨日新收获的灵米。往常搅完赋税之后，剩下的灵米都拿去方士卖，省吃俭用，换取修行资源，1个月也舍不得吃几顿。吃完饭，我带上灵厨，跟往常一样的时间到了灵田，逛了一圈，发现一件事情，观察遍了附近所有的灵田以及植物，除了那还未成熟的半亩灵道内闪烁着一株带有微弱法力词条的灵道之外，其他植物上统统都没有词条显示。也就是说，只有我自己亲手种植出来的灵植上才会刷出词条，且词条出现有一定的几率，概率还很低。花坛内一下子刷出3株带词条的，可以说是祖坟冒青烟，撞了大运。不过还好，只要一直种下去，总归能刷出来。我的灵田在山坡很靠后的位置，鲜有人质，还有一片竹林遮挡。监工杜海富除了收税时出现，也很少来巡视。昨日灵农们都收完了灵道，现在也没人来地里。我盯着灵田中唯一1株带词条的灵道，瞪大双眼仔细观察了大半天，始终分辨不出它跟周边的灵道到底有何与众不同。见四下无人，我决定用掉另外2个词条。昨日杜海富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强的紧迫感，绝不能去前线战营白白送死。就目前这战力，绝对是炮灰中战5渣。先把这半亩的灵道催熟试试，看看啥效果。深吸一口气，意念一动，用掉了催熟和1次终极灵语诀。尸海中的催熟绿叶随之消失不见，而终极灵语诀也变成了剩余4次。我手中掐起一道法诀，朝着半亩灵道上空一指，一团灰色灵云在上空快速聚集，很快便完全覆盖了半亩灵田。稀稀疏疏，配合着催熟效果的灵雨不断降下。这终极灵语诀果真是跟低级灵语诀天差地别啊！降雨范围和灵气转化效果大大提高了，最关键是能够初步调动灵脉之气，不可同日而语。我细细体会着施法感受，沉静心神，感悟终极灵语诀的法力运行。良久，心中升起一丝明悟，原来差就差在对自身法力的火候掌控，以及施法时对灵气的高效运用。那蔡老九也是练了好几年，才将灵语诀提升至终极层次。这场灵雨足足维持了1炷香才停下，当然我的法力也随之见底，还是修为太低啊！脸色苍白，两腿发虚，一屁股坐在地上，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足足1炷香的时间，放在以前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更何况还是终极灵语诀。哼哼，我也能维持这么久的时间了，再也不是从前3秒钟的滴灌了。这一刻，自信仿佛回到了我身边，缓了一阵，起身观察降雨效果。只过了小半天，那半亩灵道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拔高，就跟梦境当中那些发疯的植物一般，一直维持长高到原来1倍有余才开始减缓，都已经快要接触灵道穗了。撕这速度有点催熟效果加上终极灵语诀，也是惊得我倒吸一口凉气。这还是将那片带催熟效果的词条全部分摊到这半亩地当中了，要是全部用在1株灵道上的话，那不得立马就可以收获了。看来绿色品质的词条必定是极为难得，下次得省着点了。那株灵道的词条也发生了变化，名称金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70。按照这速度，我估计明天早上就可以来收灵米了。果不其然，次日早晨回到灵田，那小半亩灵米已然完全成熟。不仅如此，产量相比之前提升了2成左右，且品质更佳，粒粒饱满，晶莹剔透，散发着诱人的灵香。不愧是终极灵语诀，能直接从灵脉当中抽取灵气化育，为灵芝提供充足肥力。最让我欣喜的还是那株带有微弱法力词条的灵米，已被转化为了修为的一部分，心里美滋滋的，开始对未来有了期待。转眼间半个月过去，这期间我打理完原来3亩灵田，又去找杜海富租赁了旁边2亩，翻完土，种下灵道苗。终极灵语诀词条也使用了3次，还剩最后1次。对终极灵语诀的施法窍门也逐渐摸到了一些心得，相信后面勤加练习，
起，用不了多久，就算不用词条，自己也能够施展出终极灵女诀了。这就是亲身体会过和盲修瞎练之间的区别。当杜海富见我来租灵田时，一个劲夸我小子终于是开窍了，还装模作样鼓励了一番。他巴不得多租出去几块地，好多捞点油水。但他哪里晓得，我这般卖力种地，其实是为了刷词条，忙活了大半个月，5亩灵田都倒腾的差不多了，就只等着下一次的收获，剩下的就是日常照看打理。终于空闲下来，趁这2天，我准备先把手里的灵米卖一部分，购买一些修行物品。当务之急有2样东西必须购买，首先是储物袋，每次出门背个大包小包的属实不方便；其次是买一个隔音法阵。我换了一身衣物，扛上灵米出了门。嚯，秦道友这要去方氏卖灵米啊，看样子收成不错哟，难得啊！秦道友踏步出门，就有不少周围的邻里跟我打招呼。穿过错综复杂的巷道，来到了主干道上。这时迎面走来2名修士，一男一女。陇道友、秦道友，我赶忙放下袋子，朝着对方拱手恭敬的打招呼。眼前这位陇姓修士是我们这片棚户区唯一的炼气后期大修士，几年前就已经突破到炼气7、8层。而他身旁那名女修，则是我的邻居李延丽。看2人如此亲密，他想必是抱上对方的大腿了。棚户区治安不太平，这些年多亏了陇道友的震慑，使得周边宵小不敢作祟。灵雨门的大开荒吸引了大量低阶修士涌入，同样也有不少劫修出没。陇道友嗯了一声之后，就带着李延丽离开了。在2人眼里，我只是一名不值一提的低阶灵盟，根本入不得眼。我也不以为意，望向2人往回走的方向，看来今晚又少不得一场恶战了。心中暗叹一声，当即把购买隔音法阵换成了首要目标。不多时，青阳方氏的巨大牌坊映入眼帘，方氏内人潮如织，各种贩夫走卒叫卖声此起彼伏。顺着主干道，我直奔方氏最中心的区域，一路来到了一个店铺的后门，敲了几下门之后，就有人出来开门。来人一见是我，便请我稍等，进去喊掌柜去了。小片刻，就看到一中年人着白底金丝大红锦袍从内走出，掌柜的修为在炼气7、6层，看到我这样的低阶修士，也没有怠慢，露出职业的笑脸，热情相迎。是来出售灵米吧？来来，里面谈。进了后院，我将灵米放下，回了一礼道：就是这些，差不多能有100来斤。掌柜点头，吩咐手下人检查灵米以及称重，金灵米共计108斤，我可以按照市价5斤1块下品灵石的价格收购，道友意下如何？成交。我痛快的点了点头，以前也偶尔来这里出售灵米，这个渠道还是蔡老九偷偷给介绍的。方室内自然也可以摆摊，能多卖些许灵石，但又需要交纳摊位费等，颇为麻烦，还不如这边安全稳定。道友若是以后还有灵米，都可以拿到我这里来卖，不管多少都收。掌柜取出21块灵石和几枚碎灵晶付给了我。对了，贵格可有隔音法阵出售？我没有马上离开，问了一句，自然是有的。掌柜的微微一笑，一拍储物袋，取出一套简易阵法，低阶隔音法阵，作价10块下品灵石。我握了握还没捂热乎的灵石，咬了咬牙道：能便宜点不？我再买一个储物袋。可以。隔音法阵10块灵石，储物袋12块灵石，可以少收1块，晨会21块灵石。交易完毕，离开店铺，真是哪里赚钱哪里花，1分钱都别想带回家。我不禁感慨道，随后又去附近店铺买了一些灵植书籍和日用物品，赶紧回了家。此番花销甚大，但我相信很快就能赚取更多灵石。回到屋中，布置好了隔音法阵，从今往后，任凭隔壁如何折腾都影响不到我了，呼舒服了，整个世界都清静了。接下来的时间，心思都放在了5亩灵田当中，这直接关乎着往后的命运。10日后，灵田内的灵道已经开始生长，一片郁郁葱葱。我第一时间跑到田里查看，最关心的还是这5亩灵田内究竟会刷出什么样的词条。一眼望去，绿泱泱的稻田内闪烁着4个词条，名称金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10，名称金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15，名称金灵米，词条驱兽诀 X5，成熟度12，名称金灵米，词条母种兽牙米，成熟度10。又有新的词条出现，我神色一喜，除了微弱法力，又有2个新词条，可惜没有刷出催熟词条。惋惜着，驱兽诀也是一种灵植法术，配合特制中类法器，可迅速驱赶妖兽，保护灵植。不过修炼难度比灵羽诀更高，会的人几乎很少。词条后面的数字想必可以施展5次。随后我的注意力放在了最后一个词条上，兽牙米，有些印象，好像在哪见过。眉头微蹙，仔细回忆，书弟，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想起来了。我一拍储物袋，一本册子出现在手中，这是灵羽门发给灵农的灵植书籍。迅速翻到末尾几页，兽牙米，一阶下品灵植，米白如雪，状如兽牙，食用后可小幅度增强气血，强筋壮骨，调和脏腑，且蕴含的灵气是金灵米5倍。金灵米只是普通灵米，不入品阶，而兽牙米则属于下品灵植的范畴，相对稀少，正是炼体修士所热衷之物。方室内只要一出现，往往被抢购一空，但培育条件较为苛刻，必须以终极灵羽诀调动灵脉之气，长期浇灌，成熟周期很长。最劣质的兽牙米2年一熟，产量也低，价格是金灵米的10倍，种子也异常昂贵。册子上还特别标注了一句话：凡是成功种植培育出兽牙米的灵农，灵米赋税一律减半。能够培育出1阶下品灵植，就意味着有晋升1阶灵植师的资格，地位要比普通低阶灵农高出一大截。竟然是兽牙米的种子，这下发了，我欣喜万分。眼下更得加紧照看好这5亩灵田，再过3个多月就又要上缴灵米赋税了，那才是真正的考验，直接关系着身家性命。这段时间整个人神经都紧绷着，灵田里万万不能出事。紧接着仔细清理了一番杂草，又将最后一次终极灵羽诀也用掉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每日早出晚归，勤勤恳恳，辛苦劳作。平日里除了看管灵田，就是努力修炼长春功和灵羽
诀。在完整体验过5次终极灵语诀之后，法术修炼大有进展，加上反复练习摸索，终于是找到那种感觉了。在1个月之后，我望着上方覆盖5亩灵田的凌云，脸上浮现出喜色道：终极灵语诀成了，以后即便不依赖词条，也可独自施展出终极灵语诀了。只不过炼气期2层的法力着实堪忧，饶是如此，为了提高产量，我也是拼了。每次施展终极灵语诀，都是榨干至最后一丝法力。每次从灵田回家，都是面色虚脱，一副被抽空的样子，扶墙而走。好家伙，秦道友真是看不出来啊！说实话，你最近是不是偷偷照顾你家隔壁李延丽的生意？年轻人要懂得节制啊！就算是铁打的腰板刚造的肾，也不能天天这样造啊！以至于街坊邻居都一度以为我去野性消费了。哎，还是修为太低啊！每次施展终极灵语诀，灵力都是难以为继。面对这些揣测，我只是尴尬一笑，并没有做过多解释。安心种田才是王道。看着灵田内的灵道一天天茁壮成长，我露出欣慰的笑容，总算是没有白费功夫。2个多月后，灵米成熟，名称金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100，可收获。名称金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100，可收获。名称金灵米，词条驱兽诀 X5，成熟度100，可收获。名称金灵米，词条母种兽牙米，成熟度100，可收获。我收下这4株灵道，4片白色叶子瞬时出现在了识海中。不多时，一众灵农开始在监工杜海富的监视下收割灵米。待轮到我的灵田时，杜海富望着眼前的景象，不禁露出一丝讶然之色。他一眼望去，只瞧见灵田内金黄灵道穗株株饱满，粒粒硕大，甚至已经将到杆子压弯垂下。你练成终极灵语诀了？杜海富回头打量着我，过了半晌，难得露出一抹赞赏。前些日子侥幸练成了，行，整挺不错。你且去将灵米收了。我开始麻利干活，收割灵道，忙活了一整天，收获了足8大袋子的灵米。杜海富开始验收称重，收获灵米8担又20斤，应缴纳赋税7成，合计574斤。他话音刚落，天空中一艘巨大的法舟划过一道盾光，稳稳停在山坡半空之上。船头之上，一名蓝袍老者负手而立，面容古板严肃，其身后整整齐齐站着7、8名灵雨门外门弟子。杜海富一见此人，连忙躬身拜道：拜见古执事，按照您的吩咐，这一季所有灵米赋税现已征收完毕，还请您过目。说罢，小心翼翼地将一枚玉简呈上，我也赶紧一同低下头行礼。杜海富此刻俨然一副点头哈腰的模样，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硬气。虽说对方只是外门执事，那也是他的顶头上司，丝毫不敢逾越。古执事查看完玉简，吩咐身边弟子将所有灵农召集在了一起，足有300多号人。蔡老九从人群当中挤到我身旁，朝我使了个眼色道：秦老弟，怎么样？今日收成如何？我打了个哈哈，不露声色道：还行。倒是老九你可真不地道，上一季收获颇丰也不告诉我，闷声发大财啊！嘿嘿嘿，这不是都上供了吗？蔡老九眼神飘忽，心虚道。这时法舟上的古执事环视众人一圈，不带丝毫感情地宣布道：今年3季灵米赋税已全部征收完成，现根据门内指示，本执事在此宣布一道命令：今年全年灵米产量统计排名末尾的10名修士将会被强制发配至前线战营补充人手，不得抗命。古执事不容置疑的声音响起，仿佛一道惊雷炸响在众灵农心间。什么前线战营？不会吧，我应该不会排名倒数吧？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提前不说？众灵农顿时人人自危，慌乱了心神。古执事一声冷哼，一股炼气期圆满修士的威压扩散开来，众人顿时闭嘴。这3个季度的灵米产量以及所有排名都在此了，你们可自行查看。古执事说罢，身边弟子上前朝前方玉简打出一道法诀，霎时众灵农头上的上空显现出一道巨大光幕，密密麻麻的文字清晰可见，上面显示出从高到底的排列名次，后面还附着每一季的具体产量。我抬头一扫，很快看到了自己名字第156名。呼，长舒一口气，排名中游，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怎么可能？8担又20斤！旁边的蔡老九发出一阵惊呼，戏剧的一幕出现了，光幕上的排名157名，蔡95。蔡老九的排名紧随我其后。要知道，他前2季的灵米产量可都超过了我不少，可我第3季的产量远超他。单论第3季的话，都已经挤进前50名了。排名最靠前的都是一些炼气中期的资深灵农，想必你们各自都看清楚了吧？最后10名上船跟我走。田有才、赵山、林承东，被点到名字的10名灵农瞬间面色惨白，心如死灰，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前线开荒。但他们面对古执事的命令，不敢不从。这些人被灵雨门弟子带上了法舟，希望尔等再接再厉。接下来的1年继续努力种田，为宗门做贡献。明年门内下达了新的指标，下次发配战营的将会是排名末尾的30名灵农修士。古执事不容置疑的声音久久回荡在众人耳畔。我闻言暗忖，这一次是灵雨门没有提前通知众人，大部分灵农都不知道会有发配战营这回事。要不是杜海富当初提点了一句，我肯定也蒙在鼓里。而经过这次的事，明年灵农之间必然会迎来一场内卷，毕竟谁都不想去前线当炮灰。我看着识海当中的4片词条叶子，内心莫名的感慨油然而生。放在以前，想要在这么短时间内练成终极灵语诀，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却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这一次缴纳完赋税，还能剩下250多斤金灵米，自己一个人也吃不完，卖掉灵米又能积攒一小笔零食。有了零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便多了一份底气。但是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我的修为会很快就会跟不上。这样一直高强度榨取法力，一旦时间久了，必会损伤经脉，那将会不可逆转。更何况如今已经有了兽牙米灵种，种植就要提上日程了。
层了，而长时间维持中品灵女诀的法力运转，炼气3层是最低的要求，也不知道那2个微弱法力的词条能否让我突破至炼气7、3层。不行，我要更加努力重地，一定将那催熟词条刷出来。邻里赋税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暂时也不用再为上前线的事情发愁，这次一定要争取突破到炼气7、3层。安静的小屋中，我坐在床上的草制蒲团上，双目微闭，抱圆手衣，手中握着一块下品灵石，其灵韵正迅速变得暗淡。须臾间，灵石内的灵气逐渐被吸收。我睁开眼，面色有些难看，轻轻一握，手中灵石便化作一堆粉末。用灵石修炼对我来说完全就是浪费啊，有点败家了。天地间的外界灵气以及灵石中灵气混乱驳杂，低阶修仙者不可直接掌控，想化作自身法力，需通过灵根吸纳，不断运功转化，而灵根资质的高低直接影响这种吸收转化的效率。我摇了摇头，还是词条香，词条中的微弱法力不需要通过灵根吸纳炼化，直接就可以拿来用。这次准备用掉2道微弱法力，词条叶子尝试突破2道微弱法，词条叶子尝试突破2道微弱法力，词条抵得上我半年苦修了。沉心静气，摒除杂念，意念一点，第1道微弱法力词条被使用掉。纵使已经习惯了，可当源源不断的法力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还是有些猝不及防。澎湃的法力在长春宫的引导下，开始在体内运行周天，周流不息，源源不断，归于丹田。长春宫传自我的修仙家族，也不是什么高深功法，属于大陆货色，主打的就是一个养生，气脉悠长，威力平平，修炼起来慢如龟速，但也有优点，修炼至高深境界后，具有延年益寿之效。作为主修功法，要比同阶修士多出些许的寿元和法力。若是中途转修其他功法，则是无效，这倒也挺符合我的性子。种种田，养养草，怡神养气，回归大自然的怀抱，这不挺好的吗？非要去打打杀杀，你争我夺，到头来一场空。但话是这么说，这么些年来，我对此却是另有一番体会。整个修仙界的资源就那么有限，功法、器物、灵材、丹药等等，都是那些大宗门把控，散修连喝汤都难，只能夹缝中求生存。除非是天纵之才，如若不然，不往上走，仙道一途难有寸进。就连灵雨门这样的门派，都不吸取全派之力，万里迢迢来此开荒，不都是为了修炼资源？我用掉1道微弱法力的词条，可那隐隐松动的瓶颈依旧没有反应，眉头紧蹙，表情严肃，一狠心，继续用掉了剩下的那道微弱法力词条。良久，连续2道微弱法力词条耗尽，可依旧没有突破。这就是资质天赋上的差距啊！炼气7、2层巅峰，距离炼气7、3层始终还是差了一些。换成别人，算上之前的微弱法力词条提供的法力，估计早都突破了。不过我并没有就此灰心，放在以前，按部就班修炼的话，都不知何时才能有动静。如今的状况已经好了很多，此次修为虽没有突破，可气海丹田却拓宽了不少，体内法力比原先增长了1/3，而且现在就是差临门一脚了。只不过还要熬上一些时日罢了，不能这样下去了，得调整一下思路。等种植培育出兽芽米，或许可以先尝试一下炼体之术，起码也能增强一些自保之力。不过凭借目前的灵芝水平，种植兽芽米恐怕必须得配合催熟词条，否则能否成功都很难说。倘若失败了，白白浪费了兽芽米母种，那就得不偿失了。思索再三，心中已有了计较。收工，起身做饭。吃完早饭，我出门，再次来到青阳方氏聚轩阁，依旧还是那间位于方氏中心的店铺。除了1、2楼经营的酒楼，往上楼层其他许多生意也在做。想来能在这种位置经营的，背后关系也不会太差。掌柜的姓廖，瞧见我，露出标准职业性笑容，我也直截了当，一拍储物袋，面前地上便出现了2大袋灵米。廖掌柜对于我能一次性拿出那么多灵米颇感意外，足比上一次多了1大袋。据他所知，灵雨门对灵农征收的赋税比例是70%，按照这样算，基本意味着我这一季至少收获了8担多灵米，足以证明灵芝水平。只有那些资深灵农才能做到如此产量，要不然就是灵芝一道上天赋造诣颇高。如果是后者的话，说不定以后会有进阶一阶灵芝师的可能。店内伙计验收称重完毕，廖掌柜脸上露出和煦的笑容，心中稍稍拔高了对我这名低阶灵农的评判。一共220斤金灵米，秦道友，老规矩，这里是44块灵石，可以看看有什么需要在本店购买吗？本店一应俱全，只要有所求，都能满足1、2的。我早有准备，从怀里掏出一张图纸，上面画的是一口小钟造型，递给廖掌柜道：“我想定制这样的一口小钟，看看是否可以。”当然可以，秦道友，这怕是施展驱兽诀的特制灵钟吧？本阁有专属炼器铺，恰好有现货，下品法器，寿明钟，汇成10块灵石。廖掌柜手中浮现一口巴掌大的灵钟，笑盈盈的递过来，介绍道：“配合驱兽诀使用时便会自行收缩放大，竟如此便宜，这个价格有些出乎意料，原本都打算大出血一番了。”呵呵，秦道友有所不知，这驱兽诀关键在于法术的精通掌握，这口钟不过只是一个辅助道具罢了。我提醒一下秦道友，这驱兽诀可极为难练，之前灵雨门战营的不少修士曾经都定制过此物，可彻底练成的只有寥寥数人。我听懂他的意思了，说白了就是没人买，万一练不成法诀，灵钟就变成摆设，血亏。不过对我来讲，不存在练不会。付了10块灵石，接过灵钟，接着问了一句：“有没有增进炼气7修为的丹药？”对没有突破炼气7、3层的事，仍旧有些不死心。有的，请移步3楼。片刻后，我神色如常走出店铺，身上揣着40块灵石却花不出去，因为3楼内增进修为丹药标价最低都是60块灵石起步。廖掌柜态度热情地将我送出店铺。回去的路上，我顺道去了一趟监工渡海
海父那里，准备再多租1亩林田。凭如今的修为，精力有限，5、6亩地已经是极限了。小秦来了，你来晚了一步。就刚不久前，山上的林田已经一块不剩，全都已经租出去了。杜海父抿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暗忖，不太妙啊，果然跟我所料想的一样，明年大家恐怕都要为灵米产量而拼命了。灵雨门开荒的区域在云泽大荒，位于南荒修仙界的西南腹地，人迹罕至，这里的冬季格外寒冷。要不是穿越到修仙界，我都不知道，原来修仙者也是会怕冷的，也是需要吃喝拉撒的。入冬之后，林田种植进入了短暂的2个月休息期，下一季的林稻将在清明之前播种，否则遇上霜寒风，会造成空壳率较高。冬天虽冷，但这种寒冷却又让人心安。4季的更迭，让我知道离初春的温暖又近了。我正清理着门口的积雪，吱嘎，隔壁邻居李延丽的木门应声打开，他身着胭脂桃花袄，风韵宜人，端着个木盆出来倒洗漱水。李道友，早啊！我见他出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打了个招呼，早啊！秦道友可真是个勤快人啊！李延丽抿嘴一笑，听他们说，秦道友上一季灵米产量着实惊人，应该卖了不少零食吧？呵呵，都是运气好而已。打过了招呼，正要回屋，却听得女邻居叫住了我：“秦道友，请留步。”李延丽脸上浮现一抹羞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前些日子我这边动静太大，打扰到秦道友休息了。若是道友不嫌弃的话，要不要进我屋里？可以给你免费来一次。”啊，我被惊到了，顿时老脸一红。说实话，一血气方刚的壮小伙，哪经住的这样人性的考验？这春天的温暖未免也来得太快了些吧？还是说经济环境太差了，大清八早的就要开始晨练啊？淡定，一定要淡定。估计这娘皮缠的不是我的命根子，而是兜里的零食。道心又开始动摇了。忽然间，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一道孔武有力的身影，炼气7、8层后期修士龙道友，惹不起，还是算了。瞬间萎了，迅速的冷静了下来。多谢道友好意，前些天去除灵田翻地，这2天有些腰疼。说罢，头也不回的溜回了屋里。红粉骷髅，乱人道心呐！赶紧洗了把脸，正在胡思乱想之际，砰砰砰，屋外响起了敲门声。难道不会是送上门来了吧？骚东西，着实磨人啊！既然这样，那就只好跟你拼了。打开门，见来人却是蔡老九，左右望了一下，确定没有其他人，随口说道：“怎么是你啊？”蔡老九提着2包东西，本来一脸笑嘻嘻的模样，一听这话，愣在原地。他四顾张望了一下，顿时不乐意了。不是，我就纳闷了，你小子这话说的，怎么不能是我啊？我好心给你送过来一壶亲手酿的地瓜烧。行，那我走了。蔡老九转头就要走，我连忙道歉：“我不是这个意思。来，进屋坐。”蔡老九这才将手中一壶酒递过来，没好气道：“做什么做啊？附近来新邻居了，你都不知道？”我接过酒，一脸茫然。新邻居？蔡老九一看我这样子就知道，肯定是闷在屋子里太久了，消息不灵通。他叹了口气，指了指我道：“真不知该说你什么好了。前几日巷子里新搬进来一名修士，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丹师，炼丹师，修真100亿，丹气符阵独占鳌头。丹药对于修仙者来说不可或缺，不论日常修行还是瓶颈突破、祛病疗伤，总有一样会求到丹师。搞好关系，指不定哪天就能用上。不过炼丹师这等人物怎么会搬来棚户去？我有些不解道。学习炼丹术才是真正的烧灵石，培养一名炼丹师需要大量灵才喂出来，那是大门大派才有的。那应该只是没有入阶的普通丹师吧？听说只是暂住1年，具体什么原因人家也没透露啊。你快些准备点见面礼，咱们一道过去拜访熟络一下。蔡老九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感情你送我一壶酒只是顺道啊，这还是沾了那位丹师的光。”我顿时有些无语了。不多时，2人穿过几道巷口，来到了一户房屋门前。蔡老九敲了敲门，片刻，木门从内被打开，一名20多岁的白衣青年修士出现面前，炼气7、5层。2人也没想到对方竟如此年轻。听闻有丹师道友乔迁入主，我等2人特来登门拜访1、2，认个脸熟，以后大家都是邻居了。嘿嘿，蔡老九大大咧咧地道，寒暄一番，自报家门。随后2人将手中礼物奉上，我送的是5斤灵米，蔡老九除了灵米，还多了一壶自己酿的酒，小玻璃，不成敬意。白衣青年收了礼物，让开身位，请2人进屋。2位道友不必客气，在下苏玉清，这是一点小意思。白衣青年取出2个普通玉瓶，分别递给2人。我礼貌地接过玉瓶，略微扫了一眼，瓶内是一粒炼气7用的回气丹，可帮助修仙者快速恢复法力。低品回气丹价格5块灵石1粒，不愧是炼丹师，出手阔绰。反观我和蔡老九，2人对视了一眼，多少显得有些不自然了。相比人家的回礼，自己那点灵米多少有点拿不出手，感觉像专程来蹭丹药一般。好在是苏丹师也不以为意，在下的确是一名炼丹师，不久前刚突破1阶中品丹师，出来散散心。苏丹师言语中有些自傲，丹师地位尊崇，哪怕只是未入品级的炼丹学徒，也有可观的灵石收入，更不用说1阶中品炼丹师，不管到哪里都是一方势力的座上宾。加之苏丹师如此年轻，必然天赋异禀，大有可能继续进阶。这等人物往往是大势力拉拢的对象，不是我和蔡老九这样的小人物能攀得上交情的。原来苏丹师竟然是1阶中品丹师，失敬，适才恕我等唐突了。蔡老九和我赶忙行礼。苏丹师4平8稳坐在椅子上，抿了一口茶，一副自当如此的样子，冲2人挥了挥手。就此时，门外走进来1人，3人回头一看，竟然是拢道友也来了。苏丹师起身相迎，拢道友也是态度恭敬的拱手一礼，打过招呼。拢道友当着我俩的面，取出2个玉盒递给了苏丹师当见面礼，1阶中期妖兽内丹，还有宣灵草。苏丹师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一拍储物袋，反手掏出一个精致玉瓶，递给拢道友作为回礼。聚灵丹2粒，可增加炼气7修为，对后期修士同样有效果。随后，拢道友和苏丹师热情攀谈了起来，完全无视了我2人的存在。半刻钟后，我和蔡老九告辞离开，2人的表情都有些难看。太冒昧了，你来之前咋没跟我说苏丹师这般年轻，还是位中品丹师啊？我哪知道啊！下次有这种好事可别喊我了。4季更迭，春暖花开，5亩林田内已经翻完土，
重新种下了灵米。这一次，我将上次获得的母种兽芽米词条用掉了。这道词条内蕴含的种子刚好够种1亩灵田。这一年，种灵农之间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一个个拼命耕作，生怕自己掉队。杜海富巡视着山头，点点头，露出一副满意的神色。时间流逝，眨眼2个月过去，灵田里的灵道开始长高，可我却坐在田埂边，呆呆望着地里，一副愁云惨雾的模样。好消息是，在终极灵语诀的不断加持下，4亩灵田内的精灵米长势不错，并且刷出了3道词条，其中1道还是心心念念的催熟词条，名称精灵米词条，催熟词条，名称精灵米词条，催熟成熟度26，名称精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35，名称精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28。坏消息是，种下去的那1亩兽芽米至今没有任何反应，连芽都未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明明是按照灵植书上的方法种植啊，终极灵语诀也没少用，这波不会血亏吧？又是2个月过去，开年第1季的灵米收割完毕，那1亩兽芽米地里还是光秃秃一片，啥也没有。这一季收获精灵米7担又30斤，识海当中又多了1道绿色的催熟词条，以及2道白色的微弱法力词条。杜海富在得知我那块地里种的竟然是兽芽米，没有责怪，反而拍了拍我肩膀，耐心劝导道：“小秦啊，老老实实种你的精灵米不挺好的吗？干嘛要白白浪费灵石呢？这兽芽米，别说是你了，就算是门内的一阶灵植师也是少有培育成功的，风险太大，不要好高骛远了。兽芽米一般种下去3个月出芽，你这都4个月了都没点动静。这一季的灵米产量，你现在是200多名开外，如今对排名倒是不怎么担心，毕竟有词条在手，底气十足。就是这兽芽米略有不甘，担心如果把催熟词条用了，可依旧长不出来怎么办？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平静日子当中的某一天，我还是对着那1亩兽芽米灵田使用了唯一1道催熟词条，良久，在焦躁不安的眼神中，一抹嫩绿破土而出，成了。我眼冒金光，悬着的心放下，长舒了一口气。很快，兽芽米的灵道苗迅速窜高，一直到2寸左右才停下来。随后催熟效果逐渐消失，兽芽米停止了恐怖的生长速度。看来越高等级的灵植需要的催熟词条就越多，这次只能慢慢等了。兽芽米的成熟期最少需要3年，先慢慢种精灵米，如果接下来运气够好，再刷出催熟词条，就可以提前收获一批兽芽米。这么久不发芽，搞得我以为种子都坏了，也有些期待这一阶灵植兽芽米究竟会刷新什么词条。朝着灵田内望去，3道词条熠熠生辉，名称兽芽米词条，高级灵语诀 X5，成熟度7，名称兽芽米词条，品质提升 X1，成熟度5，名称兽芽米词条，催熟 X5，成熟度5，发了，哈哈哈！我激动的一下从田埂上跃起，眼前这3道词条太犀利了，高级灵语诀，种植高等阶灵植专用，降雨效果远超终极灵语诀。最重要的是，凡是经过高级灵语诀降雨的灵植作物，只要1阶上品灵植以下，收获产量翻倍。灵农里面还没有人炼成的，只有灵雨门的少数灵植师能够施展。10日后，杜海富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的灵田，他反复检查过后，看着灵田中掺杂着独特红色纹路的灵道绿芽，最终确定这是兽芽米的叶子无疑了，竟然真的被你小子培育成功了。杜海富神色复杂地打量着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过了几日，我又出了一趟门，兽芽米培育成功，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先去寻一部炼体功法。修仙界风云变幻，世事无常，我灵根资质太差，修炼速度缓慢，得弄点护道的手段。目标明确，懂得居安思危。青阳方士中心的聚轩阁，秦道友来了。廖掌柜热情地笑着打招呼，秦道友还请到4楼雅间一叙，咱们边喝边聊。来人，备1壶上等灵物茶。经过1年多的接触，我最近出手的灵米数量一次比一次多，对方显然已经是一名产量稳定的资深灵农。廖掌柜看人的眼光自然不会差，况且他前2天已经得知了一个消息，让一向沉稳老练的他也吃了一惊。我跟随廖掌柜上了楼，环顾着巨大宽敞的包间，古色古香，装饰雅致高档，心中有些意外，还是照常从储物袋取出2大袋精灵米，放在面前。老规矩，2袋，掌柜的你称一下。廖掌柜微微一笑，很快称重查验完毕，精灵米2担又10斤。秦道友，这里是70块灵石，你验收一下。我一皱眉头，怎么多出来这么多灵石？疑惑道，掌柜的，你这是何意？廖掌柜连忙解释道，最近方室内灵米开始要涨价了，反正也就是这2天的事儿。秦道友是常客，我就私自做主，按照涨价后的价格给秦道友支付灵石。涨价了，廖掌柜，精灵米的行情一向很稳定吗？怎么会突然之间价格上涨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有些意外，不动声色地打听道。廖掌柜将灵石递过来，看了一眼窗户外面，紧接着取出一张隔音符，在房间内施了一层隔音罩，才十分谨慎地说道，灵雨门在前线开荒的战役，在云泽大荒深处发现了一处世外桃源般的存在，里面竟有一条完整的3阶灵脉。3阶灵脉，我这个底层修仙者，也就是在书籍记载中看到过，内心顿时掀起一阵波澜。可那处地方有着一支数千人规模的蛮荒部族盘踞，那里蛮夷悍不畏死，骁勇善战，所修习的功法跟一般修仙门派大不相同。灵雨门的战营在前线吃了大亏，损失惨重，原本是想联络门中增派人手，可谁料中途走漏了消息，竟被那金云谷截取到了。那可是3阶灵脉啊！金云谷自然眼红不已，立马派出大量门下弟子偷袭并摧毁了灵雨门通往青阳方士的传送阵据点，并且一举切断了灵雨门跟青阳方士之间的补给线。廖掌柜看着我震惊的反应，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紧接着说道，那么长的补给线，此番灵雨门怕是要吃大亏了。此次灵雨门和金云谷双方之间的矛盾，短则3、5年，长则数十年都不会善罢甘
干休了，故而不但灵米和肉类的日常生活物资上涨，其他修炼资源也会涨价。我听着廖掌柜的话，久久没有缓过神，一股风雨欲来的不祥预感萦绕在心头。难怪灵宇们最近连灵农都要派上前线。听说那蛮夷十分擅长意识妖兽，前线有一批漏网的妖兽，冲破了灵宇们防线，不知去向。秦道友最近出门可要多注意些，不要出远门。廖掌柜说完，邀请我入座，来尝尝，这是产自云泽大荒的灵物茶，对炼气期也颇有益处。我客气的接过茶，抿了一口，唇齿留香，灵韵宜人。知道廖掌柜方才铺垫了那么多，再向我示好，接下来应该要谈正事了。想来这廖掌柜背后的关系怕是不一般，像这样门派上层的事情也能提前得到消息，跟对方搞好关系也未必是件坏事。多谢廖掌柜相告，可是还有其他什么事？我问道。廖掌柜露出一丝笑容，忽然意味深长地冲我说道：“呵呵，秦道友还真的是低调啊。在下有个不情之请，等2年后兽牙米成熟，能否出售给本店一部分？本阁可以按照比市价多1成的价格收购。”我一惊，这才不到几天，对方连这都知道了。廖掌柜果真是神通广大，灵田地理这点事都瞒不过你，并没有立马答应。兽牙米种是种下了，不过我也不敢保证2年后一定能成熟收获。感情是廖掌柜刚刚以涨价后的价格付给我灵石，又透露众多消息，其实就是想用多付20-30块灵石的代价，直接买断我这个兽牙米的渠道。不愧是久经生意场的人精啊！当然了，秦道友要是有其他条件，那也是当然可以谈的嘛。廖掌柜观察着我的反应，立马给我斟上茶。秦道友年纪轻轻，就在灵芝一道上的有此造诣，想必也是天赋异禀，收获兽牙米必然10拿9稳。不知道贵阁可有炼体功法出售？我沉思片刻，突然转口问道。廖掌柜当然秒懂，直接取出了几套炼体功法，为我一一介绍开来。九转还阳功，顶阶炼体功法，可一路修炼至筑基期，至阳之刚，作价3000灵石。我撇了撇嘴，不禁暗忖道：功法是不错，可价格也很感人。冥王淬体诀，淬体诀可打通周身270处窍穴，凝练真刚。高阶炼体功法，作价1000灵石。金刚断元功，中阶炼体功法，修炼30年可小成，作价500灵石。廖掌柜介绍到嘴巴都讲干了，喝了口茶水，继续道：天煞幻魔经，80灵石。等一等，掌柜的，麻烦你着重介绍一下这部功法。天煞幻魔经，这功法不错，听上去就很正能量，就它了。我沉吟半晌，当即狠下心决定，这是一部魔道功法，修炼了以后人人得而诛之。廖掌柜道：那你还卖给我？不好意思，拿错了。1个时辰后，我离开了聚轩阁。廖掌柜手里这些功法，要么完全买不起，要么一修炼起来动辄几10年才见效果，求法无门啊。不过廖掌柜最后还是给我指了一条明路。秦道友，青阳方市东区有一个阮家，家道中落，其祖传有一部炼体功法，我曾经出价100灵石想收购此功法，可那阮道友死活不肯卖，说什么必须再加一些增强气血的丹药或者药物才肯出手。我觉得不值当，或许你可以去那碰碰运气，但你也不必抱太大希望。廖掌柜言下之意，我眼下有培育成功在即的兽牙米，若当作天头，或许能打动对方。作为这个消息的回报，我也答应届时兽牙米成熟，出售一部分给聚轩阁。交易结束，双方皆大欢喜。刚出店门，就碰上一大队灵宇门的巡逻队，风风火火的往方室外面赶，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气势逼人。这位道友好，问一下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对着一名看热闹的路人随口问道。好像说是要去杀妖兽吧，不过你放心，咱们方室内部是妖兽吧，不过你放心，咱们方室内部十分安全，就算是筑基期妖兽也打不破方室的2阶防护阵法，道友只要别到处乱跑就行了。我若有所思，随后按照廖掌柜的指点去了方室东区阮家，可到了那却发现阮家大门紧闭，附近修士告诉我阮道友出去办事了，要3-4个月才能回来，无奈只好过段时间再来。回到棚户区，傍晚房屋内我正在弄晚饭，有些心不在焉。青阳方室内是挺安全，可防护法阵范围辐射不到棚户区啊。咚咚咚，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思绪，我警惕地打开门，发现来人竟然是陇道友，难得，属实是稀客啊。秦道友，听说你这边灵米的产量和品质都不错，我想跟你收购一些。陇道友直接开门见山，我斟酌一二，挤出一丝笑容，不错，最近灵米的产量还行，不过大部分已经出售掉了。陇道友闻言眉头一皱，不过还是态度温和道：不知秦道友手里还有多少灵米，我这有多少收多少，全部都按照方式市价购买。陇道友，在下听闻这2天方室内灵米价格会有5成左右的涨幅。我略微犹豫道，虽然不太想得罪炼气后期修士，但也不想被白白占便宜。陇道友明显愣了一下，不禁开始打量起我。灵米价格上涨的消息知道的人很少，在方室内也仅有少数圈子里掌握。秦道友消息倒是挺灵通啊，既然如此，那这样我就按照上涨后的价格购买，你看如何？陇道友干脆地说道。我闻言点头同意。目前我手里还有50斤左右的存货可以出售，多的也没有了，要等下一季了。交易完灵米，陇道友告辞，匆匆离开。我也不敢真把对方给得罪死了，毕竟附近的巷子都是靠他罩着。连炼气后期的修士都开始做准备了，看来真是要变天了。灵米价格上涨虽然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但也意味着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了。吃了一顿灵米饭，来到卧室，盘膝坐在蒲团上，开始运转长春宫。识海中还剩下2道微弱法力，词条就在今天了。心念一动，一道微弱法力，词条消失不见，丹田内涌出的法力一遍遍开始运行周天，不断冲刷和拓宽经脉。终于，轰！当丹田内的法力积攒到一定的临界点时，一道薄膜仿佛被撕开，炼气期3层，身上的法力波动，提升了一个档次。呼，吐出一口浊气，多少年了，终于不用在炼气期2层坐牢了。不禁感慨着，这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自己发生了不少改变。只要稳步发育，筑基也不是没有可能。感受着丹田内壮大了接近1倍多的长春灵力，喜悦之余也没有高兴过头。炼气期3层还是不稳，还是要尽快提升实力才行。修仙界风云变幻，炼气期底层如同炮灰，至少要筑基期才能堪堪立足。自己的命运终究得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如今寄人篱下，诸多不便，随时会被卷入门派争斗的漩涡当中。而要免除灵宇门的摇曳，恢复自由身，
只有满足3个条件的任意一个：其修为突破筑基期；其2修真100亿，任意一门晋升至2阶水平；其3上缴任意一种筑基资源。我明白自己也要朝着这3个方向努力了。而接下来，炼气期3层突破到4层，才是一道巨大的考验。炼气期4层标志着踏入炼气中期，乃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道瓶颈关口，要比刚刚突破3层时难不知多少倍。10日过后，方室内外大部分修士都知道了灵米以及日常必需品大幅涨价的消息，灵气、丹药、符箓也纷纷开始上涨。自打我种植出兽牙米后，监工杜海富对这片灵田的巡视频率逐步上升。最近不太平，他还特意增加了人手巡逻。这段时间里，除了施展终极灵语诀给灵田增加肥力之外，就是沉浸在灵芝知识的学习当中。转眼间3个月过去，灵田内或许是运气在这段时间用尽了，第2季的4亩精灵米灵田内只收获了2道微弱法力词条。不过好在是突破到炼气期3层之后，增加了1倍的法力，不会像之前那样施展终极灵语诀时法力难以为继。第2季精灵米产量再创新高，超过了90只多。这一次缴完赋税后，没有着急拿出去卖，而是多留了一部分储存着，以备不时之需。近期方室内灵米价格一路飙升，涨幅超过了60%。我也发了一笔小财，储物袋里的灵石首次突破了150块大关，又在廖掌柜那买了一张下品金光护身符箓，以及一柄下品法器青灵剑，花费25块灵石。这年头不搞点防身的装备不行啊！10月底，秋意渐浓，飒爽的秋风飘然而至，山林间积了一层枯叶，风一吹，旋转着飞扬起来，掩盖了那一条盘旋到山顶的小径，但是同时也遮挡住了小径当中几道异常痕迹。第3季的灵米已经结出了0稻穗，再过1月就能收获。山坡上金黄色的几百亩灵田中，都是一众灵农忙碌的身影。这最后一季的产量重要性不言而喻，众灵农一刻不敢松懈，几乎天天扎在灵田里，寸步不离。我第3季的精灵米灵田内只刷出来1道微弱法力的词条，想要尽快催熟兽牙米的想法也落空了。望着眼前兽牙米灵田内的词条，十分炎热。名称：兽牙米，词条：高级灵语诀 X， 成熟度28。名称：兽牙米，词条：品质提升 X1， 成熟度26。名称：兽牙米，词条：催熟 X5， 成熟度33，并且培植出兽牙米的消息不胫而走。方室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关注这1亩地里的情况，也只得慢慢等了。目前石海内的存货是3道微弱法力词条，我正在灵田里施展灵语诀降，就听见身后有人靠近的脚步声，心生警觉，立马收了法诀，回头望去，只见一名白袍青年修士背着一个小竹篓出现在视线当中，居然是苏丹师。他来这里做什么？苏丹师径直朝我的方向走来，开门见山道：“秦道友，听说你种植兽牙米成功了。”我连忙对着苏丹师行了一礼，谦逊地说道：“侥幸成功，秦道友不必如此拘谨，在下此番前来，为的是兽牙米的半生之物赤灵露，头一次听说，不禁大感意外。”苏丹师解释道：“这赤灵露是一味比较生僻的炼丹辅材，可调和药性，知晓的人并不多。”说罢，苏丹师来到兽牙米灵田周围，仔细观察，绕着灵田转了一圈，拖着下巴若有所思。良久，苏丹师对着我啧啧称奇道：“秦道友，说实话，你这兽牙米培育的确实出乎我意料，成熟后的品质应该不会太差。看来道友有独到的种植秘方。”我心中略为感慨，秘方我没有，不能说的秘密倒是有一个。苏丹师用手轻轻拨开一株兽牙米顶端的叶子，挥了挥手，示意我过来看。凑过去，只见叶子根部果真藏有一滴赤红如血的露珠，原来这就是赤灵露。我恍然大悟道：如果苏丹师不说，还真不知道。灵植书上也根本没记载，取了这赤灵露，对灵植本身也没有任何影响，恰好我炼丹可以用上。秦道友，可否容我收集一些？我可以出10块灵石购买。苏丹师淡淡询问道。苏丹师说笑了，既然这灵露对你有用，尽管取些便是，我哪能让他出灵石，跟这么一位前途无量的丹师攀上关系，求之不得。更何况上次还白嫖了对方1粒回气丹，正好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推辞了。苏丹师说罢，拿出一个碧玉瓷瓶，正要收取赤灵露，窸窸窣窣，刷刷刷刷，周围的树林内树冠开始疯狂颤动起来，似乎是有什么兽类在林间跳跃，直奔着几百亩灵田的方向而来。苏丹师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什么情况？我神色一变，下意识取出一张金光护身符，眉头紧蹙，有种不妙的预感。山上的众灵农也同样发现了异常，纷纷停下手中活计。蓦地，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吱，一道接着一道刺耳的叫声回荡在山坡上的灵田间，数十只浑身长满病态诡异毛发的猴子一下从树林里窜了出来，其中有几只妖兽散发出的气息更是强烈，赫然是一阶中期妖兽。不好，是风豪猴！苏丹师似乎认得此妖兽，他一拍储物袋，一套阵旗出现在手中，立即施诀朝地上一扔，一道2丈范围的淡蓝色光照瞬间出现在脚下，将他笼罩。苏丹师用极快的语速冲着我喊道：“金光符没用的，快点进来！”我没有迟疑，立马进了罩子范围内。瞬时，外面的声响被隔绝在外，连忙朝着附近的灵田内望去，只见风豪猴的叫吼声不断，一道道弧形音波从猴群口中向四周扩散。那些低阶灵农一旦被音波击中，便立马双目赤红；面目狰狞，状若癫狂，竟然开始互相之间攻击厮杀起来。霎时间，灵田当中乱作一团，不少未成熟的灵米被糟蹋了一地。一名炼气中期的灵农刚想祭出法剑飞遁逃命，就被音波打断施法，直接从半空中掉落下来。嗖，一只体型比普通猴群大上1圈的风豪猴从灵田内一跃而起，瞬间扯住了那名灵农，露出猩红獠牙，一口咬断了他的脖子，鲜红血液喷涌而出，吱，尖锐而刺耳的笑声回荡在山间。我看着血腥残酷的一幕，整个人头皮发麻，心脏砰砰狂跳，没有丝毫犹豫，就想果断跑路。灵米没了
可以再中，命没了那可就什么都没了。可猛然顿住身形，现在要是离开苏丹师阵法范围，必定会中招，跟那名玲珑下场好不到哪去。一时间踌躇不定，回过头发现苏丹师虽然脸色不太好看，但没有表现出太过失态。难道他对自己的阵法很有信心？不用慌乱，我这阵法能够抵挡那些畜生一阵子。苏丹师显然看出了我的想法，开口道：“这是风嚎猴，最厉害的就是其嘴中的音波攻击，能够摄人心魄，十分诡异，令人防不胜防。暂时拖住一会，灵雨门的人应该很快就能支援过来了。”他话刚落音，7、8只风嚎猴开始抱团，竟朝着我们2个的方向呈包围之势狠狠扑了过来，其中还有刚刚那只咬死玲珑的一阶中期风嚎猴，一下来8只。这下苏丹师的脸色也变了，我眼看着这些风嚎猴肆无忌惮的在灵田当中奔袭，马上就要到我的灵田跟前了，当即一拍储物袋，眼神中露出一丝果决，一口铜制小钟滴溜溜在手中浮现，掐一道法诀，小钟法器瞬间变成了一口大钟，定在前方半空中，正是驱兽诀，拼嗓门是吧？看谁音量大！吼！一声威震山林的巨大咆哮声自铜钟法器内传出，声音震耳欲聋，并且一直持续着怒吼。只见以我为中心，无数声浪如同潮水般风卷残云，一层层向四周扩散出去，将那些风嚎猴的尖笑声完全淹没其中。猴群发出的诡异音波瞬间被破去，附近的玲珑眼中红色逐渐褪去，神智渐渐恢复了清醒。低阶风嚎猴群被吓得四处逃窜，那几只欲要攻击阵法中我2人的风嚎猴，离铜钟法器最近，被巨大声波震得浑身鬓毛炸裂，纷纷露出惊恐万分的模样，瑟瑟发抖。但那只一阶中期的风嚎猴短暂惊疑之后，只踌躇了几个呼吸，便恢复了凶厉状态，似乎并不是很受影响。滋滋之，他又是朝天一阵尖笑，欲要重新组织猴群再次扑过来，显然看出了驱兽诀的端倪，雷声大雨点小，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中看不中用。我弟乖乖，这哪是驱兽诀，怕是狮吼功吧？还是加喇叭的强化版？我自己也被吓了一跳，施展一次驱兽诀，竟然将体内法力瞬间抽空1/5。不过第一次用就见到效果，内心稍定，秦道友竟然会驱兽诀，身后的苏丹师大感意外，眼神不断重新打量着我，时灵时不灵。苏丹师见笑了，秦道友注意，那些风嚎猴又过来了。闻言立马打起精神，赶紧运转法力，又是一道驱兽诀打了出去。半盏茶后，终于天空中一艘巨大的法船划过盾光，瞬间来到灵田上空。定睛一看，是灵雨门的古执事带着外门弟子支援过来了，还算来得及时，长长松了一口气，方才一下子将那道驱兽诀5次的词条全用光了。此刻面色苍白，丹田内一阵空虚，要不是长春法力比寻常修士多出1倍，古执事他们再来晚一步，可真就油尽灯枯了。都打算使用微弱法力词条来续命了。这次妖兽偷袭只短短半刻钟都不到，再加上诡异的音波攻击，搞得所有人没来得及防备。前些日子到处找都找不到你们这帮孽畜，竟然躲在老夫眼皮子底下。古执事显然肺都要气炸了，这次灵田损失不小，他身为主管灵米税收的第一主事官，肯定要受到门内责罚。只见古执事屈指一弹，一口赤红色飞剑自他手上飞出，一道红芒闪烁，在空中划过一道弧度，正飞剑瞬间穿过那只领头的一阶中期风嚎猴。空气安静，那只风嚎猴从头顶到尾浮现出一抹血光，竟被一剑从中间劈成了2半，猴尸颓然倒地，炼气圆满，恐怖如斯。我直愣愣地看着古执事的雷霆手段，目瞪口呆。灵雨门的人到来，宣告着这件事情结束。古执事带着弟子很快便肃清围杀了这些风嚎猴，没有一只漏网之猴。方才是谁施展的驱兽诀？清理完现场，古执事上了法船，临走前回过手朝着众人问了一句。我闻言正在思忖之际，在修仙界不敢显露出过多的不凡，处事谨慎这一块一直没服过谁，但非必要情况下只装自己能够掌控的逼，多一点都不冒险。是秦道友，这次多亏了他。苏丹师上前一步，竟替我说道：苏丹师竟然也在此处啊！方才在气头上，竟一时没注意。古执事古板的脸上难得挤出一丝笑容，就是那名众出售雅米的玲珑，此次记他一功，这个季度的灵米赋税减1成。古执事眯眼打量了我2眼，并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随即对着身旁的杜海富冷声吩咐道。杜海富露出一个比吃屎还难受的表情，连忙应道：是，一定照办。减少1成，那自然是减少他得的那份。苏丹师之前跟你谈的事依然作数，你要是想通了，随时可以来灵雨门驻地找老夫。古执事郑重其事地冲着苏丹师说道。我闲散惯了，实在不喜受约束，此事再容我考虑考虑也罢。老夫有要事在身，那就先走一步。古执事说罢，带着弟子回去复命了。我松了一口气，环顾着被猴群糟蹋的山坡，只有我以及少数几名玲珑的灵田幸免于难，其中有3、4块灵田损失过半，山上的玲珑一下死了10几个，都是受到风嚎猴的音波蛊惑，死于自相残杀。望着那些倒在灵田中的尸体，内心涌出了一股难以言说的感觉。这些底层玲珑辛辛苦苦种田挣命而已，可终究抵不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要不是苏丹师认出那些妖兽，我今日多半怕是跟外面的玲珑一样的下场了。对了，也不知道蔡老九如何了。忽然间想起来，秦道友，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会内驱兽诀，破了猴群的音波攻击，若是让这帮妖兽群起而攻之，今日你我怕很难安然无恙。苏丹师走过来，善意的取出一瓶回气丹递给了我。我一愣，犹豫了一下，没有推辞，接过了对方的丹药，打开玉瓶，里面足足躺着5粒回气丹，当即倒出1枚服下，原地坐下调息恢复法力。片刻后，苍
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些许红润，稍稍好多了。苏丹师，你先在灵田内收集赤灵露，我过去看看蔡老九有没有事。站起身后，跟苏丹师知会了一声，便匆匆往蔡老九的那块灵田赶去。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山间的小径上，刚走到一半，就迎面碰上了蔡老九。他此刻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身上也挂了彩，很是狼狈不堪，杵着一根随手捡来的树枝，一瘸一拐往上走。蔡老九抬头瞧见我，见我跟个没事人一样活蹦乱跳的，瞬间崩溃。不是吧，你小子怎么一点事都没有？蔡老九原本还在担忧我的安危，但他现在简直无法接受。蔡老九，怎么样？伤得不重吧？哎，也不知道这群疯猴子从哪冒出来的。你没事就好。看见对方只是一些皮外伤，遂也放心了。什么叫没事？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中了猴子的蛊惑，居然拿灵杵棍子捅老子的屁股。他妈的，别让我知道是谁！蔡老九一只手托着腰，另一只手扶着旁边的一棵树，不服气地问道：“你还没回我话呢，你怎么一点事没有？莫非那群猴子是你家亲戚不成？舍不得对你动手？”我有些无语回道：“这不是巧了吗？正好碰上苏丹师，要不是有他在，估计你都得给我烧纸了。”哎，什么？苏丹师？他到你灵田里干嘛？蔡老九不解道。我只好耐着性子将苏丹师来要赤灵露的事情讲了一遍。你竟然种出兽牙米了！的事情讲了一遍。你竟然种出兽牙米了！蔡老九瞠目结舌，三观再次被刷新。他来这里10几年了，也曾尝试培育兽牙米，无一例外全是失败。可直到他来到山后面，望着我那块灵田内已经长出半高的兽牙米灵道，一时间久久无言。没错，他酸了。秦明，你小子不仗义啊！枉我还送你酒，种出兽牙米都不告诉我。说罢，他还不忘过去和苏丹师热情打了个招呼，旋即又凑到我耳跟前，偷偷问道：“你哪来兽牙米的灵种啊？”我望着他，略有些愣神。廖掌柜那买的，放手一搏，算是赌上身家性命了。你小子真的是走狗屎运了，竟然真的被你种出来了，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我潸然一笑，行，等兽牙米成熟了，我请你去轩阁喝一顿。你说的啊？蔡老九这才罢休。2日过后，妖兽袭击的风波过去，灵雨门在灵田外围增设了一些简易触警法阵。经过这次的事，内心对提升实力的渴望越发强烈，没有底牌就没有安全感，随时都有生死道消之危。青阳方士，我再次来到阮家大院，咚咚咚敲响了红漆大门。不多时，一名中年修士打开大门，炼气7、5层修为，面容有些憔悴，目观术法，已有半白头发。道友，你这是找哪位？有何贵干？我拱手一礼，开门见山道：阁下是阮道友吧？在下姓秦，是廖掌柜介绍的，听说你这有炼体功法欲出售，适才特来登门拜访一二。阮道友愣了一下，随后将我迎进了阮家大院。一入院内，院内满是一番萧瑟之景象，除了眼前的阮道友，再无一人。既然是廖掌柜介绍，想必他也跟你说了吧？除非有增强气血的丹药或者灵材，不然只能让道友失望了。阮道友打量着我，看不出什么门道，那是自然。不知阮道友可否介绍一下这部功法，我也好做斟酌一二。我问道。哎，说起来还得让道友见笑了。阮道友长叹一声，他指了指大院内，声音满是沧桑，紧接着直言不讳道：我这偌大的家业，如今走到这般地步，也是拜这部功法所赐。随后从储物袋取出一页兽皮展示给我，才继续说道：此功法名为百宝琉璃经，乃我祖上一直传到我这一代，历代先祖将其视若珍宝，具体来历已然是不知。不过修炼此功法有一个较为苛刻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以增强气血的天才地宝为辅，方才能进行修炼。随着阮道友的深入介绍，我逐步对此功法有了判断。这百宝琉璃经完全不同于之前所见过的炼体功法，既不是淬炼肉身，也不是冲击窍血，更不是打凹筋骨那一套，而是换血百宝，特指蕴含增强气血的天地灵材，且必须入了品阶，品阶越高越好。所谓换血，就是通过搬运气血增强到一定程度时，进入炼髓阶段，换自身旧血化为新血，不断增强气血，压缩到极限时，甚至可达到气血如同汞浆，超脱人体极限，向着另外一个层次突破。琉璃即是换血后气血完成蜕变，肉身变得晶莹如琉璃。修炼至第5层以后，气血多次蜕变，可在身体之外凝结出一件琉璃宝衣，诸邪辟，百毒不侵，坚不可摧，就连对法术都具备一定的辟法效果。辟法效果，我暗暗吃惊。修炼至高深境界，可真至全身无漏，通体宝光，肉身力量之强横可至极，最终成就无垢琉璃之体。不过那都是功法记载而已，从来没有人达到过。正因如此，修炼此功法所需要投入的灵材，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数字。阮道友不疾不徐地说道，堪称是无底洞也不足为过。如果没有足够的灵材长期供应修炼，那么我还是劝道友放弃吧。花费如此多的财力物力，都足以购买不止一部顶阶修炼功法了，且付出那么如此代价，还不一定能练成，所以显得有些鸡肋。况且此功法只是一部残卷，百宝琉璃经一共12层，目前我手中这张兽皮上只有对应炼气7体修的前9层功法。我听完陷入了沉思，灵材倒是不缺，催熟就完事了。别人看似要花费很大代价才能弄到的灵材，反而成了我的优势。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足够增加气血的灵材，这百宝琉璃经炼体速度应该不会慢。冒昧问一下，阮道友如今修炼至几层了？阮道友被这么一问，有些感慨地回道：哎，我这些年耗尽家财，前后花费数千灵石，东奔西走搜罗增加气血的灵材，如今也才修炼到第3层。那你家族中可有人将此术修炼至第5层？也没有，目前修炼至最高的就是在下了。我顿时理解了他为什么要贱卖了。一番深思熟虑后，我果断道：100灵石，再加10斤兽牙米，收你这功法如何？什么？你居然有兽牙米？阮道友闻言，方才一直颓废的样子消失不见，顿时整个人打起了精神，眼神忽然一亮。正是，目前兽牙米还未成熟，不过已经种植成功。
功，只是时间问题。我淡然说道。阮道友脸上浮现出一抹欣喜之色，既然有此物当作天头，那自然是可以交易。不过10斤有些少了，至少需要20斤兽牙米。阮道友略作思量，出价道。我闻言眉头一蹙，扭头就走。此人是要欺生啊！20斤兽牙米，简直狮子大开口。兽牙米的价格本就是精灵米的10倍，如今方室内各种资源疯狂上涨，一斤起码5块零食往上。而百宝琉璃晶听着不错，可从来没有人炼成过，且一旦开始修炼，就意味着不断烧灵石。阮家几代人最高成就也才第3层，虽然略有兴趣，但对方的喊价已经超出了价格预期。阮道友见我二话不说，直接往外走，当下大急，暗自懊恼不该一下把价格喊那么高。哎，秦道友可以商量的吗？别急着走啊，还请留步。阮道友赶忙将我拦住，那我退一步，再加15斤兽灵米怎么样？我闻言没开口，只是静静看着对方。阮道友一看我这架势，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也是无可奈何。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么浮躁啊！他知道这已经是我的最后底线了。阮道友深深叹了一口气，犹豫了半晌，嘴唇微微嗫嚅道：“哎，罢了，此功法我阮家守了这么久，也没有人能练出个名堂。或许是我阮家福源未够，那就依秦道友所言，100灵石外加10斤兽牙米。”他做出一副释然的样子，我脸上微微一笑，道：“成交。不知秦道友的兽牙米何时可以交付？”阮道友这才松了口气，缓缓问道：“大概还有2年左右的时间。”我斟酌片刻道：“既然如此，那这样，秦道友先付我100灵石，我可以将功法前5层复制一份给你，等你兽牙米成熟，再来取这功法原本。秦道友意下如何？”阮道友略作思考，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可以，干脆的点头答应。随后从储物袋取出100灵石付给了阮道友。递灵石过去的时候，表面默不作声，十分大气爽快，实则内心几乎是在滴血。好不容易攒下的灵石，这一把几乎全梭哈了。阮道友收起灵石，取出一枚玉简，笑盈盈的交给我。接过玉简，贴在眉心前，用灵石认真查看，反复和兽皮上的功法比对，确认无误，交易成功。闲聊了几句，便离开了阮府，回到棚户区，回归了平凡的种田日子。1亩兽牙米灵田内，名称兽牙米，词条高级灵语诀 X5，成熟度35，名称兽牙米，词条品质提升 X1，成熟度32，名称兽牙米，词条催熟 X5，成熟度40。每天观察着这3道词条，一天天迈向成熟，心中便有底了。接下来的2年当中，已经有了打算，只要灵田内再刷出催熟词条，就准备偷偷移植催熟一小部分兽牙米用来修炼，只移走几百株，别人也看不出来。当然，带词条的那3株必须移走催熟。兽牙米灵田内还有一道催熟 X5，有了灵种，有了词条，届时又可以继续催熟。要不是周围环境逐渐动荡不安，我也不急这一时，区2年还等得起。可现在的情况不容许一直等下去了。虽然不主动找事，但架不住是会找上门。修仙界时局瞬息万变，宗门上层的博弈都已波及到这个小小的青阳方式了。我还是希望将命运的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1个月过后，终于迎来了今年最后一季灵米成熟。这一次跟以往不同，灵雨门的古执事和监工杜海富已经早早在灵田等候，身后跟着众多弟子在灵田附近警戒。在古执事的注视下，众灵农开始收割灵米。晚霞升起，灵米收割完毕，杜海富挨个征收赋税。最后一季，我的金灵米产量再次提升，突破了10又90斤，并且这一季古执事给免了1成灵米赋税。缴完赋税，自己到手金灵米320斤。今年3个季度加一起的总排名更是来到了前10名之列。杜海富收灵米赋税的时候，态度比以前天差地别，一嘴一个小秦，叫得贼甜。当然，能一举进入前10，也有封豪侯袭扰的因素。只有我和少数几片灵田保持完好无损。古执事查看完统计后，古板面容上没有丝毫感情波动，他当即冷声宣布道：“今年灵米产量排名已经全部统计出来了，你等可自行查看。排名末尾的30名修士上船跟我走。”即便灵田遭受了妖兽袭扰，灵雨门对底层灵农依旧没有丝毫通融可言。30名灵农呆呆看着光幕上的排名，一个个失魂落魄。他们很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宿命。我看着这些灵农，内心五味杂陈，旋即目光突然变得坚定，转过头拍了拍旁边蔡老九，说道：“别看了，走吧。秦明，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我们2个也会是那30名其中的一个？蔡老九声音略显沙哑，突然问了一句。我身形一顿，没有说话。如果没有金手指，方才的那一幕或许就是答案。一个普通人最后的归宿，盛世的牛马，乱世的炮灰，平时诈其身，战时用其命。谷雨春光晓，山川带青色。新的一年开春，早早已将第1季金灵米种下。经过1个月，4亩灵田内已经发出嫩芽，名称金灵米，词条催熟，成熟度3，名称金灵米，词条微弱法力，成熟度3。盯着灵田内这2道词条，内心一阵激动。3个月后灵米成熟，就可以收获1道催熟和1道微弱法力词条，这意味着可以提前收获一批兽牙米了。当灵农的日子枯燥且乏味，每日不是在伺弄灵田，就是一心扑在修炼上。尸海当中静静躺着4道微弱法力词条的白色叶片，倘若用掉，能抵得上1年苦修。可我没有这么做，想要突破到炼气4层，法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这点法力如同杯水车薪，还不如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灵田附近，一柄青色法剑在法力操控下，上下翻转纷飞，咻咻咻，这是大部分修仙者都会的基础御物诀。以前穷的连最低级的下品法剑都买不起，今时不同往日，终于也可以过一过飞剑的瘾了。刷，青灵剑划过一道青色弧光，一剑斩在旁边一块巨石上，直接削开一小块。用起来还不错，就是运转法力时还是太过晦涩，不够丝滑。我收回青灵剑，拿出一块布，一边擦拭着，一边嘀咕道，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古执事赤红飞剑一剑斩喉的场面，那才是真正的流畅丝滑。
滑。当然了，这柄下品法剑跟古执事那起码上品法器级别的飞剑比起来，跟玩具差不多，根本没法比。收起青灵剑，又练习了一会驱兽诀，没有词条加持，这法术着实难以施展。虽然难练，可作为灵农，这种灵指法术当然不会放弃修炼。上次就是靠这个救了命，保不齐以后还会派上用场。时间转眼飞逝，又是3个月过去，灵米成熟，自打修为突破至炼气3层，加上终极灵女诀越发熟练，每一个季度的灵米产量呈现出稳中上升的大好形势。这一季除了收获催熟和微弱法力2道白色词条，又收获了足10亿多的灵米，缴完赋税还剩390多斤，算上去年的存货，灵米库存已经突破700多斤，如今已经实现了灵米自由，想吃就吃。方室内灵米价格居高不下，打算再出售一部分。廖掌柜对灵米的求购欲望甚至比丹药法器还强烈，还有陇道友连续来找了几次求米无果，下回多多少少也得出一部分给他，不然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了。在某一个傍晚，我将几百来株兽芽米连同那3株带词条的偷偷移植进了自己的小院里，名称兽芽米，词条高级灵语诀 X， 成熟度兽芽米，词条高级灵语诀 X， 成熟度38，名称兽芽米，词条品质提升 X1， 成熟度39，名称兽芽米，词条催熟 X5， 成熟度45，一切准备就绪，对3株带词条的灵指使用了催熟词条1道，催熟只用在这3株上，应该很快就能收获。在略显紧张的目光注视下，3株兽芽米疯狂生长拔高，小半日后一直持续到接触灵道岁才开始减慢。名称兽芽米，词条高级灵语诀 X， 成熟度90，名称兽芽米，词条品质提升 X1， 成熟度92，名称兽芽米，词条催熟 X5， 成熟度93。按照这样的速度，催熟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消失，应该明天早上就可以收获了。次日早晨起床来到小院子内一看，3株兽芽米已经完全成熟，接触了丰硕的兽芽米，第一次种出一阶下品灵植，内心有些小激动，小心翼翼地剥开一粒兽芽米的稻壳，仔细观察，成熟的兽芽米如同犬牙般大小，比普通灵米个头大不少，通体洁白如雪，晶莹剔透，状如兽牙，表面泛着一层薄薄的灵晕，而内部透出一抹鲜艳的血红，散发着一股独有的淡淡清香，这应该就是能增强气血的来源。虽然品质不错，可催熟出来的依然还是普通品质的。我暗存入了等阶灵米，依据不同品质划分为普通、精品、极品，咽了咽口水，精品、极品，咽了咽口水，收起灵米，赶紧将3株兽芽米轻轻摘取，霎时间3道绿色词条叶片静静出现在识海当中。接下来才是开始，按捺下这股喜悦之情，随后将注意力放在那几百株兽芽米上面。这一次用掉了1道催熟词条和品质提升词条。时间流逝，2个时辰之后，小院内的兽芽米疯狂长高，或许是运势又来了，再次好运爆棚。这几百株兽芽米内居然刷出了2道词条，名称兽芽米，词条微弱气血，成熟度50，名称兽芽米，词条微弱气血，成熟度52。我惊了，这词条每次刷新都跟下一步的修行息息相关，简直是太给力了。如今正缺的就是气血之力。1道催熟词条分摊在几百株灵植上面，催熟效果有所减慢。7日过后，小院内一小片兽芽米已经完全成熟，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这可是精品兽芽米啊！名称兽芽米，词条微弱气血，成熟度100，可收获。名称兽芽米，词条微弱气血，成熟度100，可收获。精品兽芽米的表面多了几道血红色纹路，红白相间，煞是好看。其蕴含的灵气和增强气血效果是普通品质兽芽米的3倍，能够大幅度增强气血。怀着激动的心情，很快将这几百株兽芽米收拾干净。这一波直接收获了6斤精品兽芽米。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依葫芦画瓢，留了一些精品兽芽米作为种子。